我们昨天呢，谈到这个我们学习佛法入门的偏重。其实呢，我们谈这个部分的时候呢，它已经是所谓大乘佛法的内容我们在学习的时候呢，它就会有这个智慧门、慈悲门跟心愿门。那么这个是我们入道的这个不同。那么真正在修行的时候呢，我们还会经历一些过程那昨天呢，我们有特别谈这个心愿门的这个部分，因为我们现在在用功的法门，它是偏这个门的提醒大家读经要慢慢的读得懂，然后慢慢的消化它，那么就跟智慧门连贯起来。当然还要更深一层的用功，那就必须要修定、修慧、修智、修观。那么同时我们在修持的时候呢，也不能忽略其他众生或者是其他人的需要我们讲慈悲门，那如果只是一般的慈善的那些工作，我们当然要做。那么更深的，也就是要把佛法呢介绍给他们。那么这样的话呢，他们就不只是在世间世俗的利益，我们可以帮助到他。那么出世间的更重要的这个部分，我们也能够传授给他们。然后我们在这个心愿门里面，我们可以引导他们来学佛，然后我们可以用我们所知道的佛法我们的智慧去度化他们。那么这样子，我们的修学就会是完整的那佛陀当然他完成了、圆满了，所以呢，佛陀是大悲、大智、大雄力三方面呢都圆满。那我们在行菩萨道的时候呢，就有慈悲、般若跟这个菩提心那我们在一般的行持里面呢，就有所谓的意念胜我们人道是意念胜，就是我们有理智我们也会修梵行，好的行为比较偏感性的。那还有呢，我们也会勇猛精进这个就是我们修行比较完整的通过我们的内心本然的功能、本能的作用，然后我们怎么样让每一个方面都能够圆满。但是我们每个人从现实的一种生命体显现出来，它总是有一些偏重我们人有一些比较偏感性的，有一些偏理性的，然后有一些呢是讲好听是积极的讲不好听是冲动的各种型的人都有就是这种本能的不同方面的这个发挥那么下来我们再谈一下，因为我们昨天谈信愿门的时候呢，有提到信。其实呢，我们学佛呢，这个字呢太重要虽然有一些经典告诉我们，比如说华严经就会讲到信为道源功德母道的源头，修道的源头，然后呢是功德的妈妈母，就是妈妈为什么说功德的妈妈呢？妈妈会
做什么事？妈妈，你们会做什么事？你们会生小孩吗？功德的妈妈就会生很多很多的功德。那当然，这个是我们用的这个字眼它其实是一个譬喻就是说，你有信的话，你就好像功德的母会生很多很多的功德。那么也有一些说法，就是信为能入，佛法的大海，信为能入，然后智为能度。那么从这些说法里面呢，我们发现到说，他们谈的这个信，好像都是一个起步信为能入大海了，然后呢，怎么渡过去？要靠智慧。那么如果信是道源的话，是道的源头，然后下来呢，这个修道整个过程呢，那么只有这个源头，那么接下来还要做只有妈妈不行，还要生很多小孩，生很多功德。那么常常我们看到这个字眼的时候呢，我们觉得说，好像信是一个起点五根五力就信、静、念、定、慧，也是信开始。然后呢，我们再讲到这个信、愿、行，也是信开始。然后我们再讲到信、解、行、正，也是信开始。那么这个是把信呢讲的比较浅一点因为我们对信这个字的理解呢会比较属于那种好像说我要做一件事情，我要先相信就升起了这个信心，然后接下去的就有很多的步骤，或者是很多的程序，然后再完成。那么他们这样讲的时候呢，我们可能就以为说我们的起点是信比如说信，然后静、念、定和慧。所以这个信呢，起点信了以后呢，你就会精进然后呢，你就会保持这个用功的正念，然后修定修慧，完成它。所以我们对这个字呢，就会有一种比较粗浅的理解。然后甚至我们觉得说，我们所有的学习，那么从信开始了以后，我们就进入到修行了。那么进入到修行的时候呢，我想再问你们一下，这个信还在不在？信还有在吗？我进入了静，然后念定慧，这个信没有了是不是这样的？不是的，信是从我们一个起点开始了以后呢，整个修行都在有这个信来贯穿，然后到最后完成的时候呢，是圆满的信，清净的信。但是每次我们看到这个修行的时候呢，他们提醒我们都是从信开始。那我们大家来这边学佛呢，也是一种信仰那么这个信，然后告诉我们仰就是往上看。为什么要往上看你们比较喜欢往上看还是往下看你们说一定要往上看嘛，对不对因为我们觉得上是好的嘛。所以在我们的心里面呢，所谓的信
然后仰上面看。我们这边向上面看，看到什么呢？看到天花板。你们往上看呢，会看到我们后面的什么佛像，对不对？你们不要看这边，看那边。那么看到佛像的时候呢，我们常常发现，看这个佛像啊，或者是我们供奉的一些信仰的对象呢，我们都希望是这样。所以有时候呢，在民间也会告诉你，你们如果是拜佛拜神的话，供佛供神呢，要供高过你，对不对？有些人呢，他就是用这样的一个坐姿，然后把佛像放在那边，每天他是这样，他不是仰视，他是俯视，好像他比佛还高。所以在家里呢，安置这个佛像的时候呢，你不管遇到是风水师，还是一些法师，还是一些有修养的这个居士啊，或者是学佛很久的老师，他都告诉你要放高的。可是呢，我们有一些佛像呢，不止没有放高，还放低。我们走进来的佛像大概是这样，然后呢，我们这样走进来看着它，然后要不要这样看着它怎么办呢？要坐下来，有没有？因为那个佛像可能放在你的禅堂，然后你不能放太高，放高这样看不到它。要放低，好像这个佛像不是很高哦。那么这个是什么心态呢？这个心态呢很重要，就是我们的信，它的升起是因为有一个我们认为更高的、更上的，可能是有智慧的圣人，可能是有神力的这些神明，表示说他们的能力呢是强过我们的，是高过我们的。所以即使呢我们礼拜的是他们的像我们没有见过佛如果你们拜神的话，也没有真见过这个神，但是呢它会现为一种像，这个像呢就是代表一种象征这个象征呢是我们人凭我们的一种信仰，然后把它建设。那么在这个过程里面呢，我们的心理的建设呢，就是要把这个我们信的这个对象呢，一定要让我们要仰望的，要向上看的。那么这样才能够让我们的信心有一个寄托，对不对？如果你发现到一个人的能力都比你弱的话，那么你会去信仰他吗？不会。你反而会去怜悯他，我们去慈悯他、慈悲他，然后呢，希望我们能够帮助他。那如果我们遇到一个能力比我们强的，然后我们就会信任他，甚至呢信赖他、依赖他的。所以这个时候呢，就是一种向上的、仰上的高山仰止。看到这个山很高，所以有一些人看到山的时候呢，他就充满了那种尊敬的心理。那么这种情况呢，在很多民间信仰，甚至我们佛教的信仰里面呢，都有的。所以呢，我们佛教的信仰有一些宗派呢，他们很重视所谓的山，他们把山看作是神山，甚至把这个山看成是佛或者是菩萨。那么这个在藏区他们的信仰里面有
那么我们一般的信仰也是会有，甚至呢，你看我们讲四大菩萨的时候，我们就想到四座山，慈悲的观世音菩萨普陀山，智慧的文殊菩萨五台山，大愿的这个地藏菩萨九华山，然后呢，峨眉山大行普贤菩萨，我们就要讲他的十大愿行。那么一方面呢，这个菩萨呢，他就有这个山来代表，或者是我们说这个菩萨呢，他的这个立足的地方就是在那一座山，让我们呢要朝山，然后呢要去朝拜，要去朝圣，都是把我们的心往上看。那么其实呢，对我们很多人来讲，这个是信的一种所谓的甚至依靠、依赖我们看到有一个我们可以依靠的这个山，或者是这个一种超我们能力的这个力量所以不管是佛菩萨，或者是一些我们民间信仰的这个神明，那么这样的信呢，它就是叫做阳信。那么信仰的意思就是我们的信会建立在一个比我们更高的这个力量上面，所以我们要信仰。那么因为这样的一种信仰，所以我们的信呢是向上的。那么在修行的程序上，我们也知道要向上，这个是我们最起点的一种信仰。所以很多同学呢，你们来学佛的时候呢，都是先有一种信仰，人家告诉你释迦牟尼佛人家告诉你观世音菩萨，或者是人家告诉你某一个神明甚至某一个神唯一的也好，很多的也好，这个神我们在信他。所以这个是我们人类非常重要的一种心理的这个状态。其实呢，从人类的文化的角度来讲呢，这样的一种信心，这样的一种信仰呢，是我们人类文化在贯穿传承的过程里面呢，非常重要的一个部分。而且呢，经常它代表着一种高度的这个智慧。其实我们人类文明里面呢，我们的文化里面呢，最高度的一种智慧呢，就是在宗教即使我们现在的西方文明我们由他们来主导，然后讲的是科学。为什么会讲到这个科学呢？因为现代的人他讲究一种实证，那么他们比较偏重这个物质。其实他们在信仰这个科学的时候呢，也是信仰这个科学的能力超过我们的人。可是呢，科学偏偏是我们人去思考，然后去发现，然后去发明的。但是为什么我们人还会去信仰它呢？因为发现、发明，或者是从这个技术里面去创造、改造、改进我们社会的一些现象的，这个不是我们多数人的能力，常常是少数人那么这些人呢，实际上就是从某种角度，他们就是类似超人因为只有他们那么精密的这种
这个新的这个功能啊，我们现在的角度是所谓的头脑啊，然后他们才能够发明这么好的东西出来，然后造福这个人群。那如果他们往负面那边去呢，可能是造祸人群。那么造祸人群的时候呢，它也会让人产生一种畏惧的心理。